我还是决定开始这场堪称丧权辱国的婚姻。没有婚礼，没有祝福，男方婚前财产公证。我的父母、同事都惊呆了。这些天，闭上眼睛都是亲妈的数落，同事的嘲笑。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叫刘素素，事业单位普通员工，应届研究生考进单位的。都说考编不异地，我不仅考了异地，还考在了上海。想买房子就得掏空6个钱包的地方。然而我没有6个钱包可以掏，我的父母是不会在我买房子这件事上出1分钱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家里的钱都是弟弟的，我独眼以示不孝。父母给我交了研究生学费，但不肯给生活费。研究生3年，我靠勤工俭学，勉勉强强熬到了毕业。考上事业编的那天，爸妈很高兴，特意跑过来看我，然后提醒我尽快还他们给我垫的研究生学费。弟弟大了，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单位不解决住宿问题，我只能租房子。和大学室友杜文文合租了2年之后，她结婚了，掏空6个钱包买了房子。我不喜欢和陌生人住一间屋子，预算又比较有限，只好选择带独卫的单间。不得不佩服二房东，这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居然被他隔出8间。每天上下班单程1个多小时，1桌1椅1床1柜，加上一个稍微胖一点就可能转不过身的卫生间，构成了出租屋的所有。晒衣服只能挨着窗户边阴干。每月的工资交完房租，给爸妈打2000块钱，省吃俭用依旧存不了多少，买房子遥遥无期。也许有一天我会找个男朋友，对方父母给力的话，凑个首付一起还房贷吧。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吃不饱饿不死，平平淡淡的过去。那天我的出租房被城管砸了，隔间的房门敞着，门锁是被强行撬开的，马桶被敲碎了，马桶水漏了一地。我只觉得脑袋里嗡嗡的作响，多年的委屈攒到了一起，随着眼泪冲刷而下。我拨打了110，警察确认我人没有受伤之后，便没有然后了，因为违法的人是二房东和我们这些租客。城管整治群租房，二房东非法改造，非原始卫生间需要依法拆除。我打电话给二房东，二房东很淡定，没关系，我明天就给你重新装个马桶，你们要上厕所先去原始卫生间上。但二房东也表示，如果不想租了，合同没到期的话，提前退租押金全扣，还要付违约金。这房子不是久居之地，可我还有小半年房租才到期，眼看钱包又要缩水了。砸了1次还会有第2次的，没完没了了，赶紧找房子，要是缺钱，我借你点，或者这2个月先别给你爸妈打钱。你总这样也不行，找个男朋友吧，降低颜值、学历这些没用的标准，经济条件要好一点的，早点买房子。你工作好，长得也不赖，趁没到30赶紧找。要不你去注册个真爱家园。我同事之前办了个 VIP， 找的老公条件就挺好的，现成的房子。闺蜜杜文文得知我房子被砸的事情，差点气炸了，喋喋不休。但她的话句句在理，我是该朝这方面努力一把了。之后我又租了一间酒店式公寓，并且办了真爱家园的 VIP， 认识了林成义。初见林成义，我的身体是排斥的，35岁的大龄男人，号称1.70米的个头，视觉上看是1.69米。五官虽说没有硬伤，但发际线已经高上去了。我不是第一眼美女，但比较耐看，1.65米，
他站在我旁边，感觉和我差不多高。从外表上看，比起身高1.85米、帅气阳光的前男友吴帆，林成义是差远了。我不自觉地想起吴帆抱我的时候，那种身高带来的把整个人埋进去的满满的安全感。可是，作为一名上海土著，林成义家在徐汇区有2套不算小的房子，在现阶段，房子比身高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林成义似乎对我也很感兴趣，和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情、他的工作、他的生活趣事等等。饭吃到后面，林成义直接告诉我，他对我挺满意，我个子高，工作稳定，我们可以试着相处一段时间。他还告诉我，他工作比较忙，和前女友分手后，对上海小姑娘有阴影了，不喜欢很作的女生。也许到了一定年纪的感情就是这样吧，不求如烟花般绚烂，只求平平淡淡，各取所需。离开饭店，他很绅士地帮我开门，并开车送我回家。初见之后，我们又约了几次，平时微信沟通也很愉快。总的来说，相处下来就是平淡又舒服，人品也还不错。虽说我们条件相差甚远，但他没有瞧不起我。对于我违背父母的意见执意读研究生的事情，他是欣赏的。他说，能靠着勤工俭学读完研究生，又考上事业单位，我很优秀。得知我出租房被砸的事情，林成义提出让我去他家住，可能怕我不愿意，他又告诉我自己一个人住着，父母住另一套房子。我还是拒绝了他，毕竟还没结婚就住进他家，我那小小的自尊心受不了。就这样舒服地相处了半年，林成义提出了结婚，并带我去他父母家见他的父母。那天很冷，林成义已经穿上了羽绒服，我却穿着今年夏天反季打折时买的米色毛呢大衣。我的羽绒服款式过时了。冷不冷啊？林成义关切地问。还好，别紧张，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会和你结婚的。说实话，我心里是忐忑的。上海人对外地媳妇本就排斥，更何况我还有个亲弟弟，从小仗着父母的偏爱，总给我惹麻烦。长大后，爸妈又总是念叨着让我以后多帮衬他。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他父母的态度还是让我自尊心受挫。老两口表示，你们结婚我们原则上不同意，但如果你们非要结婚，婚礼不办，婚前财产需要做公证。这场婚姻是有多么见不得人。我窘迫到忘了自己是如何被林成义拉着走出家门的。素素，我父母刚才说话确实难听，你别搭理他们。他们说的，你也同意吗？婚礼无非就是请亲戚吃饭，你不是也不喜欢你家那些重男轻女的亲戚长辈吗？那财产公证呢？至于防我像防贼吗？这就是个形式，只要我们好好的，公证不公证也没区别，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我结婚就领个证。你放心，钻戒我肯定给你买，婚后生活费都我出，你自己的工资自己存着，想买什么都随你。说罢，林成义便拉着我坐上了他的副驾。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不知道林成义何时给我系的安全带，何时又拉着我进了商场，选了钻戒。沉重的心情让我呆望着戴在无名指的钻戒，竟说不出它好看不好看。我还是答应了林成义，可能真的是受够了租房子的生活。领证的第2天，我就搬进林成义单独住的那套房子，结束了沪漂租房子的生活。睡在徐汇区的大房子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梦里似乎回到了本科那个毕业季，前男友吴帆说，你要坚持你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路，无非是你上岸第一件，
先斩意中人的说辞。可怜我当年还傻傻地考虑过要不要离开上海，放弃读研，去你的家乡发展。不过谢谢你，吴帆，我会坚持自己的路。我现在不仅是硕士，有编制，还留在了上海。梦里的吴帆越走越远，林成义伸出了一只手拉着我，可他的脸却越来越模糊。我的身后，一个黑色的洞越来越逼近，似乎要将我吞噬。我拼命地跑，两条腿却不听使唤。我被吓醒了，林成义摸摸我的头，做噩梦了。我透过林成义温柔的目光往窗边看，发觉已经日上三竿了。我起来给你做饭吧。好不容易休个婚假，吃完饭带你出去转转吧。不过我比较宅，我也不怎么出去玩的。其实我不怎么出去玩是因为没钱。林成义又吐槽了一下他前女友的闹腾。婚假10天，宅家6天，4天上海本地游。林成义似乎挺照顾我的感受，10天婚假都没有带我去见他父母。这场屈辱的婚姻似乎也没那么可怕。即使公婆在婚前有刁难，但到底不住在一起。林成义工作比较忙，每个月去他父母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父母也没再说难听的话，只是态度比较疏离。我上班的通勤时间由原本单程1个多小时缩短到25分钟，这让我幸福感倍增。没了房租和基本生活花费，我的存款稳定增长。我开始计划着有一天凑足首付给自己买套小房子，哪怕在外环，这样我在林成义面前可以更有底气。看样子你婚后的生活还可以吗？不像我，房奴一个，每天累死累活挤地铁，果然还是要嫁得好。杜文文竟开始羡慕我了。可你毕竟有自己的房子，我哪天和林成义吵架了，只能被赶出门。话虽这么说，但你家老林那么温文尔雅，要吵架也不容易。公婆虽然不搭理你，但也不找你麻烦呀。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早点生个孩子，有了孩子，这婚姻才牢靠。你说我当初怎么就不开窍呢？这么早早的和我家那个结婚了，早知道也相亲找个土著了。杜文文一语成谶，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林成义很高兴，但他的工作依旧很忙，每天下班，我还是只能自己烧晚饭。孕反严重的那些天，下不了厨房，吃不了油腻，只能点外卖，曼玲粥店的白粥就榨菜。我不做饭的时候，林成义干脆在外面吃完饭回家。公婆得知我怀孕，给我打了一笔营养费，口头关心了几句，句句不离多吃点，不然宝宝没营养这个中心思想。亲妈的反应很淡漠，她宁可跑到弟弟的学校去给弟弟洗床单被套，也不愿意来照顾我几天。也罢，自从弟弟出生，我就已经习惯了被忽视、没人关心的日子。现在好歹还有人口头关心，这个人是林成义，但他既不做饭，也不打扫卫生，最多帮我扔几件衣服到洗衣机，最后晒衣服的还是我自己。我又想起了吴帆，如果是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当初的他可是经常帮我带早饭。也许不会吧，吴帆要是真的喜欢我，就不会甩了我。整个孕期，除了健卡，林成义陪我去医院产检的次数屈指可数。一个人产检的时候，看别的孕妇都有老公或婆婆妈妈陪着，我就有些伤感。但想想也没什么可委屈的，林成义之所以选择我，而不是他父母托人介绍的那些条件相当的本地女孩，就是因为我更省心。我会做饭，会收拾家里，他加班应酬，爽了约会，发消息不回，我也从不和他闹脾气。单做饭这一条，我们单位的那些同龄女孩
还有杜文文都做不到。所以平时饭来张口的林成义怎么可能照顾我呢？也许他觉得自己在外面解决吃饭就已经照顾我了吧。孕后期，杜文文看不过眼，陪我产检了2次。她提醒我，孩子生下来谁带，得趁早和林成义商量。我想，工作肯定不能丢，亲妈指望不上。如果公婆带孩子，同一屋檐下，我会受委屈，只能和林成义商量请月嫂和育儿嫂的事了。月嫂可以请，或者去月子中心也行。育儿嫂还是算了，平时都上班没人在家，保姆虐待婴儿的事情还少吗？可是不请育儿嫂，我产假结束，谁带孩子？我爸妈年纪大了，太小的孩子没精力带。你爸妈为我们结婚没彩礼、没婚礼的事还生气呢，你不能多请一段时间假吗？不好多请假的，就算多请，也不可能请到孩子上幼儿园啊。实在不行，你先别上班了，带几年孩子，你成绩那么好，孩子进幼儿园再重新考编吧。考编哪那么容易？我当初是因为应届生身份才容易些。等孩子出生再说吧，说不定我爸妈看到孩子一高兴就帮你带了。早点睡觉吧，明天还得上班。困却睡不着，我问自己，万一真没人帮我带孩子，我执意请育儿嫂，林成义会被我说服，乖乖掏育儿嫂的钱吗？这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听到他哭的一瞬间，我是欣喜的，但这欣喜只停留在了那一刻。他的出生终结了我看似幸福的婚后生活，月嫂在的时候是我最后的美好时光，余下的日子一地鸡毛。半夜起床喂奶、换尿不湿、哄睡、给宝宝洗澡，这些事情统统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林成义还和以前一样，只管上班掏钱。宝宝难带的时候，我不能按时吃饭是常事。就算到了周末，林成义也指不上，他和以前一样睡到中午，看没饭吃就点个外卖。高兴的时候他抱抱孩子，孩子哭了、拉了，只会喊我来处理，理由是他不会，所以我天生就会带孩子吗？公婆时不时来看看我，带些熬好的鱼汤、鸡汤、猪蹄汤，然后关心下我的母乳够不够。月龄小的孩子经常需要打预防针，单打预防针我一个人还好应付，但3个月的时候，既要体检又要打针。林成义，后天孩子打针、体检，你可以请假陪我去吗？上次你不也一个人吗？上次只打针，这次还要体检。周6行吗？周6医院不体检的，而且最好是准时去。最近项目挺忙的，我真没时间，或者找你闺蜜陪你，她有经验，回头请人家吃饭。我懒得和她争辩，丧偶式育儿，说的就是我吧。杜文文产检、孩子打针、体检，没有一次是她一个人去的，要么老公陪，要么亲妈陪，要么婆婆陪，只有我，都靠自己。孩子打针、体检的那天，果然兵荒马乱，要抱孩子，要挂号，要掏本子，掏手机付款，做听力测试的时候，还要哄睡着，恨不能再生出2只手来。回家的时候，我顾不上收拾漏了奶的自己，又得处理拉了的孩子，饭只能外卖了。正巧爷爷奶奶来看孩子，素素啊，你喂奶的人怎么能吃外卖呢？公婆不问我为什么吃不上饭，首先指责我吃外卖。素素，爸妈给你带了鱼汤，下奶的，快趁热喝了。哎呦，宝贝，给奶奶抱抱。宝贝怎么没有程程小时候胖呀？是不是妈妈吃外卖，奶没营养？鱼汤明显一滴盐也没放，还有一股腥味，
但饿到前胸贴后背的我居然喝下满满一碗。我也顾不得公婆说话难听，至少这顿鱼汤让我暂时填饱了肚子。刚打完针的孩子特别闹，晚上醒的次数变多了。林成义依旧睡得像个死猪，从不理会孩子哭得厉害不厉害。我一个人忙不忙得过来？产假短短几个月，我好似老了10年，体重掉了10几斤，黑眼圈越来越明显，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更令我崩溃的是，产假要结束了，林成义依旧固执地拒绝请育儿嫂，公婆也没有来帮忙的意思。问题的解决，我想着实在不行让我妈来，但我好不容易逃离了那个家，现在找她，谁知道她会如何数落我？但理智告诉我，可能只有这一条路，毕竟我的工作不能丢。我妈居然答应来帮我带孩子，并且是无偿的，也没有再数落我。正纳闷，她就给了我答案：你弟弟要去上海实习了，正巧住你那里，我在那也方便照顾他。亲妈果然还是那个亲妈，但我只能答应她。林成义那边，我的说辞是弟弟实习，来住几天过渡。其实我心里隐约知道，只要我妈在，弟弟的过渡期就没有到期日。林成义对于这个结果很满意。你妈也没你说的那么偏心吧？你还说她因为没有彩礼，婚礼不高兴呢，肯来帮我们带孩子，对你这个女儿也还行啊。她这不是为了我弟有求于我吗？过渡几天就当家里来客人了吧。她以为弟弟真的是实习期过渡一下，因此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我妈带孩子还算有爱心，毕竟亲外孙，或者说她就是喜欢男孩子。但弟弟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臭袜子沙发上乱丢，洗完澡暖风不关，吃完的零食袋子到处扔。1周过去了，林成义越来越不耐烦了，时不时问弟弟一些工作和租房子的事。这一问，我妈不高兴了：怎么？我替他们林家带孙子，你弟还不能多住几天？林成义问租房的事情是几个意思？想赶你弟走？素素啊，你可别胳膊肘往外拐，本来就是免费的媳妇，住了他家的房子而已，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妈可丑话说前头，要是你弟不住这了，妈也不带他林家的孙子了。我只好一边安抚我妈，一边哄着林成义。林成义虽说不高兴，但也许他也不希望孩子没人带吧，终于没撕破脸。自从我妈来了，我也正常上班了，精神状态反而好了些。本以为可以太平一段时间，但生活并不会善待我。那一天，爷爷奶奶来看孙子，孩子在地上爬，捡到弟弟随手扔的零食袋子就往嘴里塞，而我的亲妈在给弟弟刷鞋。老两口很气愤：亲家，孩子乱啃东西，你怎么也不管的呀？不知道公婆回去和老公怎么说的。晚上林成义终于爆发了：你不是说你弟只住几天吗？都2个月了，也不见有走的意思，你妈是来带孩子还是来照顾你弟的？我算是知道我爸妈当初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结婚了。我家不是你家的驻上海办事处，请你弟弟马上租房子走人。我本该软磨硬泡，好言相劝的，但孕期、产假这些日子的委屈攒在一起，终究没忍住，这能怪我吗？我也不想牵扯我妈、我弟，是你不同意请育儿嫂的。还有你爸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带孩子？他们既然嫌弃我家，就该自己教育孙子才对。好好好，刘素素，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本以为你省心、温柔、体贴，都是假的。是，都是假的。我们的婚姻原本就是各取所需。从今天起，你弟1天不搬走，家里的生活开支我1天不出。
我不会当冤大头，养你们一家的。就在我心烦意躁睡不着的时候，朋友圈刷到吴帆在秀一家3口的艺术照，小城生活果然很惬意。如果当初我不想着读研，和吴帆一起去考他家乡的编制，是不是那生活就是我的？我也可以远嫁他乡，不用招待我弟。但没有如果，男人比女人更现实。吴帆能为了进编放弃我，也可以为了他家乡条件好的独生女放弃我，何况他还是个妈宝。算了，想他还不如看看哪个板块的房子我能够尽快上车，上班单程要控制在1个小时的，似乎就挺不错。我又打开手机银行，查了查自己的余额，还好，比结婚前多了很多。但想到林成义从今天起不给生活费，我又像泄了气的皮球。水电煤，我和妈妈、弟弟的伙食费，孩子的衣服、尿不湿，都是钱。母乳越来越少了，以后奶粉钱会越来越多的。不光林成义，我也不想我弟住这里，不想为弟弟而活。第2天上班，我肉眼可见的衰，浑浑噩噩，居然忘记了昨天通知今天中午前要交的表格。中午科长电话打来，小刘，昨天通知的那个表格就差你没交了，好了没？陈老师，我忘了，我现在赶紧做。小刘啊，我知道你孩子小，不容易，但还是要尽快适应工作状态，我不希望有下一次。你快点做吧，做完直接发给我。做完表格发给科长，已经过了食堂开放的时间，我只好啃面包充饥，暗暗地和自己说要挺住。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最近手头的工作，把各个时间节点都在台历上标好，今天的失误绝不能再出现。这天晚上林成义半夜才回来，大约是想和我冷战吧。或者你可以和林成义商量，公婆同意带孩子，你就让你妈和弟弟走，杜文文帮我分析。林成义一开始就说他父母年纪大了，这么小的孩子带不来。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林成义巴不得你弟快走，你公婆看你弟也膈应。爷爷奶奶疼孙子，之前不搭理你，现在好歹还给你送送鱼汤。孩子大一点，能睡整夜觉，夜里就没那么熬人了。虽然昨天才和林成义吵完，我还是忍住尴尬，问他能不能说服公婆带孩子，我明天和爸妈商量商量吧。第2天在单位，林成义微信回复我，等你弟弟走了，他们就给带白天，晚上和周末还是你辛苦一下。你给我些时间处理，我弟弟可能没那么快找到房子。中午去茶水间接水，无意中听到旁边办公室几个小姑娘在八卦我就说她嫁过去日子也不好过吧，几年就成黄脸婆了。看那黑眼圈重的，头发也油油的。听说她家家务都是她做，产检也一个人去。我要是结婚，老公敢这么对我，我就打了孩子离婚。想想她也挺可怜，等年老色衰，老公不要她，只能净身出户，孩子都不一定想跟她。哎，林成义不要我，净身出户，如果真有那天，只希望我能准备好房子首付。但那一天来得太快，遇见他的白月光，很偶然也很突然。他只告诉过我他有前女友，没告诉我还有白月光。下班路过徐家汇公园，我看到了声称加班的他和一个妆容精致、背着香奈儿包包的女人在一起。虽然没有出格的动作，但他的眼里有看着我从没有过的温柔。我呆愣着，很想冲过去问，但理智告诉我，不管是不是误会，都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我躲在树后面偷偷拍下一张照片后便离开了。晚上，弟弟在房间打游戏，我敲门进去，刘雨飞，
你也来2个多月了，实习的怎么样？要转正了吗？要你管，直说，你是不是想赶我走？妈说了，她在一天，这里就是我的家。说到底，你就是搞不定我姐夫呗，彩礼要不到，房子和你没半毛钱关系，白给人生孩子，还得连累妈给你带孩子，女孩子独眼果然没用。是，我搞不定你姐夫，但你必须搬走。我妈抱着孩子冲进房间，把孩子丢在我手里，孩子哇哇直哭。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居然想赶你弟走，是你求我来给你带孩子的，忘了。弟弟转正了，赶紧找房子吧，不能一直住在这，我也不让步。这天晚上，我忙着带孩子，弟弟依旧睡得很香，妈妈在生闷气。接下来的1个多月，我妈白天依旧带着孩子，我一下班就交给我，弟弟一到家就关上房门打游戏。林成义天天半夜回家，公婆也没再来，大家都在互相忍耐。弟弟没有转正，只好收拾东西回老家。妈妈和他离开上海的那天，恨恨地看着我，把你弟赶回去了，你好自为之，别弄到最后一无所有，妈也管不了你了。仿佛弟弟没留在上海全是我的错，和他实习期的表现没有半毛钱关系。从此我真的没有家了。公婆还是很守信用的，每天一大早就赶过来带孩子，等我下班回来吃完晚饭回去。还好，孩子慢慢的能睡整夜觉了。林成义每天回来的依旧很晚，周末加班的频率也变高了，这似乎印证了我的推断，多半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我暂时摸不准他有没有打算以后不要我，但不管如何，做最坏的打算，多攒钱总不会错。想到我在家累死累活带孩子，他和别的女人在外面逍遥，我就生气。于是我便借着给孩子打自费疫苗、办淘气保年卡等由头找他多要些钱，这样我心里才能痛快点，才能忍住这口恶气继续装傻。但这种事情一旦撞破，便逃不掉了。那个周末，我推着孩子去附近商场买东西，又遇到了声称周末加班的林成义，还有那个女人。孩子突然哭了，他们也看到了我。林成义似乎有些心虚，素素，他是一个老朋友。我扭头就走，林成义发现我生气了，追上来接过孩子的推车，跟着我回了家。素素，我和他没什么，就聊聊天，他心情不好。我如果真的相信他们没什么，才是傻子。你喜欢他吗？林成义沉默了。这次公婆居然主动上门来当和事佬。素素，这事是程程不对，他周末应该多陪陪孩子的。那姑娘我们认识，程程高中同学，刚离婚，听说原来商量好丁克的，男方后悔了，背着他找了别人。程程这孩子傻，居然跑去安慰，人家本来就看不上他。你放心，他们没有可能，我们也不会让孩子没有亲妈的。公婆又说了很多，大致意思是，这些年相处下来，我是个懂事的，也拎得清，让我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林成义以后不会和他有瓜葛了。这算是站在我这边接纳我了吗？这样基于林成义犯了错，好似是补偿的接纳，我不能接受。我问林成义，你想过和我离婚，和他在一起吗？你弟在的时候想过，但现在我爸妈也夸你拎得清，素素，你就原谅我吧。这些日子我想清楚了，我们两个更合适。是因为他拒绝你了？林成义又沉默了，他根本不想花费精力哄我、骗我，即使错的是他，口头上的挽留那么轻飘飘的。各取所需的婚姻就是脆弱。我又想到了我妈，同为女人，
我同情他这辈子活得像个老妈子。小时候，我爸下班回家就翘着二郎腿当大爷，酱油瓶到了都不带扶一下。我妈也上班，不过是收入低了点，回家就得做饭、洗衣服，带2个孩子。而我现在，即使读了研究生，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还是走了我妈的老路。她经济条件比我好，多做家务多带孩子我都认了，但我不能接受我在家当老妈子，她在外面给别的女人当舔狗。林成义喜欢她，他跟了别人，于是他找了前女友，嫌前女友烦就分手了。后来他又找了我，在我弟弟到来的这段时间，他和他又恢复了联系。他说我弟在的时候想过和我离婚，和他在一起。是啊，反正孩子也有了，他丁克也没关系，那我算什么？免费的代孕工具，利用完就考虑是不是要扔了。现在我赶走我弟了，公婆觉得我拎得清，支持我。林成义大概也没那么想和我断了，是为了孩子，还是因为白月光依旧不喜欢他？一开始的我想要逃离原生家庭，想在上海站稳脚跟，努力读研、考编，选择了这场屈辱的婚姻，并且以为生了孩子会变好。母亲和弟弟的到来，让我意识到，我依旧是我，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姐姐，没有家的沪漂，还多了一份当母亲的责任。我想过忍了，为了孩子，但我不仅不想为弟弟而活，也不想仅仅为孩子而活。我决定离婚了，但这婚不能白离。林成义，我们离婚吧。自从生了孩子，我累死累活带孩子、上班，你还要这么对我？对不起，素素，但是能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离？我已经决定了，孩子这么小，多半归我。你自己都没地方住，孩子怎么跟你？孩子归我，我给你补偿，好不好？20万行吗？30万，就当为了孩子好，行吗？林成义看我沉默了会儿，显然急了，又加了10万。没想到这么顺利，就知道林成义想要孩子，都不用我把他出轨的证据拿出来。趁林成义心存愧疚，把补偿要来凑足首付，比再当几年老妈子慢慢攒首付要强多了。房价可是年年涨，而且我的社保也满5年了。没有亲妈的支持，现在离婚，孩子就算给我，我也没办法一边上班一边带他，这样为了孩子好，也为了我好。只有先过好自己的日子，才能谈以后。接下来，我先用已婚的身份付了一套近郊小房子的首付，再协议离婚。还好，林成义一副只要孩子归他，就不和我计较的样子。孩子跟了林成义，爷爷奶奶带他，我随时都可以去看孩子。买房子和离婚的事，我都没有告诉爸妈和弟弟。经过前面的事情，只要他们不知道，就不会找到我家。那个虽然只有40多平米，但只属于我自己的家。没了孩子的负累，我有了更多的精力工作。这些年陆续清退编外人员，工作量逐渐增加，需要有人超工作量，很多同事都往后缩，尤其是土著，哪怕超工作量可以加绩效，他们本就只图安稳。我主动要求超工作量，收入提高了一些，领导对我也多了一些赞赏。我打算过几年提前还掉一些商贷，能少付些银行利息，等额本息贷款的利息占比太高了。上海这座城市是包容的，离异的我不会被太多的人指指点点。之前嘲笑过我的同事，如今对我有同情的、理解的，也有佩服的。对孩子的愧疚是有的，但我会尽力弥补，我不会缺席他的成长。人在上海，我看他很方便。林成义一家现在对我也很客气。经历了结婚、离婚，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能理解一些大龄未婚女性和不婚族了。她们不结婚，或是因为结婚不能让自己过得比原来好，或是不愿意为了结婚而将就结婚。婚姻、生育对女人而言，更多的是枷锁，是负累。哪怕不要求爱情，同时满足经济条件好，双方家庭三观一致，男人靠谱，愿意分担家庭责任的，也是少数。很多夫妻靠着相互忍耐，才过完了这一生。而我以后也不想再结婚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